俄乌战争的冲击波，约翰逊要组建新欧盟，普京收获意外之喜。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正在顿巴斯进行的俄乌决战，西方援助下的乌克兰军队正在走向难以挽回的败局。为此，泽连斯基正在寻求新的紧急援助，甚至还想快速地加入欧盟。乌克兰早在上个月就向欧盟提交了申请书，但是直到现在，欧盟都没有给予任何可靠的回复。这再次证明，欧盟根本没有紧急接纳乌克兰的可能。让外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欧盟不愿意干的事儿，力推脱欧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却出手了。约翰逊邀请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数个国家加入到英国组建的新欧洲联盟内，用于替代已经腐朽的欧盟。2个月前，约翰逊在基辅走秀时就和泽连斯基谈到了此事，邀请乌克兰加入到一个值得信任的新团体内。新欧洲联盟的第一个特点是成员国与欧盟不同，其邀请的成员主要由东欧国家组成，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当然还有土耳其。这意味着新欧洲联盟既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这样的欧盟成员国，也包括想加入欧盟又加入不了的土耳其和乌克兰。第二个特点是合作框架范围大，涉及政治、经济、军事3大领域，来代替现有的欧盟。北约是军事同盟，欧盟从本质上看是个经济共同体，而新欧洲联盟是一种合作范围空前的盟友关系。要注意一点，约翰逊提出的军事领域的合作程度非常高，意味着加入该同盟的国家将可以集体行使自卫权。这一目标一旦实现，就能出兵在乌克兰发起反击俄军的作战行动。第3个特点是英国要当这个新欧洲联盟的盟主，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了。英国之所以计划将这些国家纳入到这一体系中，是看中了他们身上对国家主权、市场经济和抵抗俄罗斯威胁的坚持。如果约翰逊真能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建立起这样一个新的联盟，将极大地改善英国脱欧后的局面，提升其国际地位，还能打击欧盟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所施加的压力。但令人遗憾的是，约翰逊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泽连斯基在接受荷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自己反对任何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如果英国真能建立起这样一个新的联盟，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普京的意外之喜，因为欧洲将因此分裂为新欧洲和老欧洲，在对付俄罗斯时难以形成合力。英国要把波兰、立陶宛等国拉入新欧盟，法国和德国等欧盟国家自然会对英国严重不满，甚至不管这些国家愿意不愿意加入新欧洲联盟，都会在欧洲团结的问题上打入楔子。在俄乌冲突爆发的背景下，建立一个能够吸纳乌克兰的经济、政治的联盟还有一定的可能。如果这个新欧盟含有军事同盟的条款，那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主要原因是英国本身就没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吸纳新欧洲国家加入一个无法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的军事联盟，显然是不现实的。总体来看，约翰逊的设想是作秀，根本就不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在帮助普京撕裂欧洲的团结。相比而言，俄罗斯更需要关注波兰、立陶宛等国的军队以雇佣兵的身份进入乌克兰部署，甚至参与对俄军的作战。那么一旦这些国家的雇佣兵进入到乌克兰，那么整个俄乌冲突的情况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